一个被中国禁止的社群网站，竟然悄悄和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脸书 Facebook 表面上在中国不能用，但它背后的操作比谍报片还精彩。最近美国国会的一场听证会出现一位爆料证人，揭开了脸书与中共暗中合作的惊人内幕。听说有人形容祖克伯把整个世界当作一盘战棋，为了攻下中国这块版图，他愿意不择手段，而代价呢，台湾和香港的用户可能当成谈判筹码出卖了。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毛骨悚然又不可思议？别走开，我们马上带你抽丝剥茧。话说在2025年4月，美国参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位名叫 Sarah Wynne Williams 莎拉·温恩·莲斯的前脸书高层站出来作证。他可是脸书2011年到2017年的全球公共政策总监，曾经直接向祖克伯报告的人物。他在国会痛批，我亲眼看到脸书主管为了讨好北京，做了许多违背美国价值观的事。这些指控包括什么呢？总结一下，有几大惊天内容。技术合作，脸书多年来暗中和中共进行技术交流，甚至专门为中共打造内容审查工具，满足北京当局的要求。数据监控，脸书曾考虑将用户资料存放在中国服务器，让中国政府能轻易存取这些资料。换句话说，他们愿意让中共合法监控脸书用户的一举一动。政策配合，为了重返中国市场，脸书高层讨论过配合中国的网络管制，包括言论审查政策，甚至在一些议题上公然站在中共立场。听起来是不是很疯狂？毕竟脸书从2009年起就在中国被封锁，大家都以为脸书和中共有仇，怎会勾搭上？但这位爆料人一语惊人地说，脸书这10年来暗地里在中国建了个年营收180亿美元的大生意。原来外界不知道的是，脸书一直透过特殊管道在中国做广告生意，赚得盆满钵满。换句话说，表面上脸书没进中国，实际上钱早就进去了。为了这个肥滋滋的中国大饼，脸书私下对北京卑躬屈膝，甚至欺骗了员工、股东和用户。这可不是我在脑补，这是莎拉亲口在国会证词中说的。Meta 公司，脸书母公司，当然全盘否认，还说他与现实不符，满口谎言。但等等，我们接下来看到的细节将让你不寒而栗。祖克伯为了打进14亿人口的市场，可谓绞尽脑汁。他曾经努力学中文，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大秀语言天分。2016年，他还高调现身北京，在天安门广场雾霾中慢跑拍照，讨好意味十足。传闻他甚至厚着脸皮请求习近平帮忙给自己女儿取名字，结果被婉拒了。这些举动都透露出一个讯息，老子超想进中国。那北京当局的条件是什么？当然是遵守他们的规则，包括网络审查、数据存储在地，以及对敏感政治议题的配合。据爆料，脸书内部一度打算公开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的立场，以示对北京政治红线的尊重。虽然最终脸书没正式发表这种声明，但从他们的行为可以看出，祖克伯已默默接受了北京的一中原则。怎么说呢？莎拉爆料指出，脸书曾经提出一项秘密计划 Project Aldrin 艾德林计划，以登月第2人巴兹·艾德林命名，意味着登陆中国市场。这项计划包括在中国境内架设服务器，也就是建立落地点，将中国用户甚至香港用户的资料存放在中国境内。大家知道，一旦资料在中国境内，按照中国法律，政府有权查阅，等于自动交出资料控制权。白手套服务，脸书愿意提供所谓白手套，亲自替中国当局做内容审查的肮脏活。甚至脸书内部文件明确写道，这种做法可能导致脸书员工要替用户数据被用来抓人，甚至迫害负责任。听到这里，你没听错，脸书明知这么做会导致言论自由受害，有人可能因此坐牢，甚至遭酷刑，但仍然愿意考虑遵从审查要求。脸书提议帮中国过滤他们指定的不当内容，还设想了紧急开关，可以在特定日期或地区直接关闭脸书服务，例如6·4天安门事件纪念日直接把贴文封锁掉之类。而最离谱的是，内部邮件显示，脸书愿意拿香港用户的资料当谈判筹码。在2014年前后，
那时香港还相对自由，脸书在香港合法运营，掌握大量香港人言论和社交数据。莎拉透露，在与中国谈判时，脸书高层考虑过提供香港用户的数据显示给北京，意思就是让我们进中国吧，你要香港的资讯我们都可以给。天哪，这等于把香港两地用户的隐私当作投名状献给中共。所幸这件事后来因种种原因没有成真，据说是美国国会闻风后介入，阻止了这条数据管道的建立。但脸书的念头已暴露无遗，为了利益可以出卖用户隐私和信任。更夸张的是，祖克伯不仅在谈判桌上嘴上答应，他还真的开始行动，替中国打造专属的审查武器。脸书团队开发出一套内容审查演算法工具，核心是一个热门度过滤器。当任何贴文在脸书上阅读量超过1万次，系统就会自动标记，送交给一位神秘人物审核。这个人被脸书称作总编辑，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脸书什么时候有个总编辑了？原来这就是专门替中国设计的机制，当某则内容太火爆，马上审查，以防传播不当言论。那中国官方扮演什么角色呢？莎拉揭露，中共官员直接参与了这套工具的测试。中国方面提出了很多反馈意见，比如你们要能抓取并过滤图片内容，我不想看到某些影像在脸书上出现。简而言之，北京指手画脚提出需求，脸书工程师就改进功能，确保审查满足中方胃口。感觉怎么样？脸书工程师变成中共网管的团队了。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是，这套热门度过滤审查工具不只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已经部署到了香港和台湾。是的，你没看错，脸书内部文件显示，早在2017年，脸书就把这个机制装上了香港和台湾的脸书系统中，而且确实启用了。也就是说，在香港和台湾，脸书早就默默地以流量触发审查方式在运作。当时台湾和香港的用户肯定毫不知情，自己看到的脸书资讯其实已经被一双无形之手过滤过了。想象一下，你在台北或香港发了一篇热门贴文，10万人按赞，本来挺开心吧，结果贴文突然消失了，或触及率突然降为0，因为它被送去给脸书北京指定的总编辑审核。这位总编辑也许决定，这内容不妥，封了，你的贴文就这么被和谐掉，还以为只是演算法小抽风，殊不知背后原因竟是配合某党的指令。这不是小说情节，根据莎拉的证词，这套东西已在台港两地试运转。祖克伯当年还在国会信誓旦旦说，我们没有为进入中国开发审查工具，现在看来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很多人可能会问，脸书为何选择在香港和台湾测试？其实打从一开始，脸书就把台湾、香港视为进入中国的垫脚石。台湾、香港的社会对自由开放，脸书用户众多。脸书一方面宣称支持台湾打击假讯息，协助香港连接世界，但另一方面却利用这些地方当作测试中共审查技术的试验场。这行为就像双面间谍，表面帮你，背地害你。台湾本来假讯息很多没错，但脸书若以防假讯息为明行审查之时，那和中共网管有何两样？这也难怪美国参议员直斥脸书的总编辑制度简直像出自1984小说的集权情节，太奥威尔式了。谈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用户个人资料问题。前面提到，脸书曾计划在中国设服务器存放资料，其实除了香港用户，台湾用户的资料恐怕也被包括在内，因为在脸书内部，他们把台湾、香港都视作大中华区的一部分来考量。当时，脸书安全团队有些工程师一度提出强烈反对，他们说，把资料放在中国，我身为资安工程师无法接受，这踩到我的红线。然而这些顾虑在大老板面前被无情无视，有工程师甚至无奈地说，这只是我的红线，不是马克·祖克伯的红线。意思很明白，祖克伯的底线比你想象的宽多了，只要能进中国，什么都可以妥协。如果当时没有外部压力，脸书很可能早就把中国境内甚至香港、台湾相关的用户资料移交中国。尽管现实中脸书服务仍未正式在中国上线，但别忘了，脸书透过中国第三方公司在卖广告，
收数据，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变相营运。莎拉直言，中国政府原本几乎就要透过这条管道获取美国用户数据了，要不是后来国会介入，也就是说，脸书差点让中国直接连上美国用户资料库捞资料，这后果多严重。想象你在美国跟一位中国朋友脸书聊天，你的对话本来与中国无关，却可能透过中国的服务器被截取备份，中共情报单位茶余饭后就能翻阅，太疯狂了吧。对台湾和香港用户来说，风险同样惊人。如果脸书真的在中国放置服务器，那台港用户的姓名、照片、私讯、定位记录等等都可能在北京的监控范围内。一旦中共下令调阅资料，脸书几乎不可能拒绝，毕竟人家地盘上的机房，人家说了算。尤其香港在2020年后国安法实施，自由度大幅倒退，如果香港人的脸书资料当时就在中国，那多少抗争者的身份网络都可能曝光在公安眼前。台湾则面临中共常年网攻与统战渗透，如果让对岸取得大量台湾脸书用户数据，后果不堪设想。难怪有专家形容，这种资料外泄风险简直是把国家安全拱手让人。除了直接的资料与审查合作，脸书还有一项操作更隐晦，但影响深远，开源 AI 策略。最近 AI 很夯，脸书的母公司 Meta 推出了一款叫 Llama 的大型语言模型，可以想象成脸书版的 ChatGPT， 而且采取开源方式公开给研究人员使用。表面看起来这是促进科技进步的善举，但莎拉爆料揭示了另一面。原来早在2015年开始，脸书就主动向中国官员简报人工智慧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也就是说，祖克伯派团队跟中共高层分享他们的 AI 研发进度，等于手把手教学。到了最近 Meta 的 Llama 模型开源释出后，中国的 AI 进展突然加速。据传，中国推出了一个名为 DeepSeek 的 AI 模型，而这个模型部分就是以 Llama 为基础开发的。莎拉在听证会上也表示， DeepSeek 有相当程度是建立在 LLaMA 之上，所以可以这么说， Meta 的开源 AI 直接帮助了中国缩短差距，甚至赶上美国。这里头有没有策略考量呢？有参议员推测，祖克伯其实早就算了一步棋，他支持开源 AI， 甚至不惜让中国搭便车，因为一旦中国拿着里拉玛发展出强大的开源 AI， 成为美国封闭式 AI 的强力竞争对手，那 Meta 作为主要开源 AI 贡献者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换句话说，如果未来 AI 领域变成开源打败封闭， Meta 反而成为赢家之一，听起来是不是很心机？一方面标榜自己爱开源，造福全人类，另一方面实则纵虎归山，让中国 AI 壮大来牵制对手，最后渔翁得利。然而这棋下得太大，风险也很高，因为中国不会只用 AI 来做好事，他们已经把先进 AI 用于监控人民、审查网络，甚至军事用途。有证据显示，中国军方正在利用各种商业 AI 技术提升作战能力。如果 Llama 的技术被用在比如无人机战术、舆论操控系统上，那 Meta 等于间接资助了潜在威胁自己的对手。莎拉甚至直言，这简直像是 Meta 在帮助实现中国梦 China Dream。 脸书内部销售方案文件里有一句话暴露了野心，他们试图说服中国当局，让我们进市场吧，我们可以帮助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实现中国梦。听听这话多熟悉，根本向中共宣传口号。祖克伯真的是为了进中国，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完全不顾技术可能被拿去对付美国或其他民主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卖技术求荣吗？再来看另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部分，演算法对人心的操控。脸书的演算法厉害之处，不只是推贴文，还会观察你的情绪。莎拉在听证会上揭露了一封脸书内部的聊天记录，里面高层讨论怎么利用用户的低落时刻。例如，一个政策主管发现团队在研究年轻妈妈的情绪状态，问是不是有这回事，结果另一个人回复，是的，我看到研究清单上真有一项在分析母亲的情绪起伏。还有人嘲讽说，我都想问那些道德沦丧的同事到底还有研究什么。原来脸书在偷偷琢磨如何判断用户情绪低潮，然后见缝插针卖广告。莎拉证实，脸书会在使用者情绪脆弱时推送特定广告，
例如，一位10几岁少女刚刚删除了自己的一张自拍照，可能她对自己的外表感到不满，情绪低落。脸书的系统侦测到这些蛛丝马迹，立刻觉得好机会，卖她一些让她变美或减肥的产品吧。于是，该少女可能很快刷到各种减肥饮品、美容产品的广告，又或者一位年轻妈妈深夜发文吐槽带娃崩溃，脸书也侦测到这种情绪低点，随即推送育儿书籍、心理咨询服务甚至安眠产品的广告给她。听起来似乎是贴心，但实际上这种行为非常不道德，因为它利用人的脆弱来牟利，就像在你伤口上撒盐，然后卖你止痛药。更夸张的是，脸书内部聊天，有人直言不讳，这是一种行为定向广告，我们确实在这么做。而当有员工提出这样不妥吧，并形容这做法是条滑坡，上级有没有叫停呢？莎拉被问到，公司后来有停止这种行为吗？他回答，据我所知，没有。换句话说，脸书一直持续地挖掘用户的心理弱点以赚钱。那这跟政治宣传有什么关系？各位想想看，如果演算法知道如何在人最脆弱的时候影响他买东西，那要影响他的想法、理念岂不是易如反掌？社群平台早就成为各国政府、大外宣、网军操弄舆论的战场。如果脸书的机器学会抓住青少年自卑的瞬间推广商品，也完全可以在你孤独、愤怒、害怕时给你推送某种政治内容，来引导你的情绪走向他们想要的方向。比方说，一个大学生在网络上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演算法识别出他的愤怒和迷茫。此时若有不良势力，无论是外国政府还是极端组织，投放广告或帖文，宣扬仇恨或者极端意识形态，演算法极可能顺水推舟把这些内容送到他眼前，因为他觉得符合他的情绪口味。久而久之，这名学生可能被洗脑而不自知。这听起来像阴谋论吗？但别忘了，2021年美国国会暴乱事件后，有大量证据显示，社群媒体的精准推送加深了用户的偏激程度。脸书演算法为了赚钱，可以无视社会撕裂。同样的，为了讨好某些势力，它也可能成为现代宣传机器。而年轻族群又是网络原住民，特别容易受到演算法内容影响。这让人不得不担心，当演算法既能赚你的钱，又能洗你的脑时，我们是否已经处在一场无声的信息战中？说到底，脸书为何沦落至此？一言以蔽之，利益至上。马克·祖克伯这个人，有人说他是天才企业家，也有人骂他冷血的商业帝国扩张者。莎拉·温恩·威廉斯对他的评价是，他看世界就像一个棋盘游戏，占领所有版图，建立帝国，这些才是他所在乎的，而不是那些版图上的真人真事。这番话相当犀利，但从上述种种行径来看，祖克伯确实有这种世界征服的野心。对祖克伯而言，中国市场就是最后的疆界，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不想放弃。他曾在2014年写过一封内部信，意思是我们必须打进中国，不然我们在世界会节节败退。在他的脑海里，仿佛真的是戏，中国这关不通关就算输。因此，他可以学中文，讨好中国领导人，封杀中国异议人士的账号，甚至愿意改变公司价值观来迎合北京。莎拉举例说，脸书甚至讨论过不要再称言论自由这些价值，而是宣传自己如何为中国造福。他还说，祖克伯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披着美国国旗自称爱国者，嘴上说不在中国提供服务，实际上却悄悄在那儿赚了180亿美元。想象一下，一边对美国政客说 TikTok 好可怕，中国会偷资料，一边自己把美国人的资料往中国送，这是多么讽刺的画面。除了对中国的野心，祖克伯在其他领域也展现出利字当头的作风。不论是先前剑桥分析丑闻中数据滥用，还是放任仇恨言论泛滥以刺激用户粘着度，每次脸书出事背后几乎都能看到他精明算计的影子。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连接全世界，但很多批评者吐槽应该改成控制全世界的信息。当国会或媒体质问他时，他总是一脸无辜的道歉，然后继续我行我素。从莎拉的证词看来，这家公司内部文化就是增长高于一切，
更多用户，更多广告，更多收益，其他道德考量靠边站。如果不是某些勇敢的吹哨人，例如早前还有 Frances Haugen 披露脸书内幕，站出来揭发，我们根本难以想象牌面下竟有这么多黑幕。听了这么多，你可能已经满头问号，甚至怒火中烧了。那作为台湾或香港的脸书、IG 用户，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要马上删账号，与亲友断线？倒也不必恐慌，但提高警觉绝对有必要。首先，如果你在脸书上讨论敏感政治议题，特别是中国相关，请务必注意自己的数位足迹。可能的话，尽量避免在 Messenger 私讯中透露过多个人资讯，尤其是涉及身份、地址等敏感资料。因为根据爆料，这些讯息哪天要是储存在中国服务器上，可能就不再私密。其次，考虑转用更安全的通讯平台，比如一些强调端对端加密且与大型科技公司无关的平台。这里我们不打广告，但市面上有开源的加密通讯软件，例如 Signal 等，都是比较注重隐私的选择。当然，每一款软件也有风险，但至少选择不受制于中美两大势力的工具，能降低被监控的概率。再次，检视你的隐私设定，脸书和 Instagram 都有许多隐私选项，请确保你开启了登入警示、双重验证等，提高账号安全性，并且定期清理第三方应用的存取权限。如果担心贴文被莫名审查，不妨将重要发言同步发布在其他媒体或平台，以免某天在脸书消失了，毫无备份。对于社群演算法的内容推送，保持媒体识读也很重要。当你发现某些内容虽然迎合你的情绪，但来源可疑、立场极端时，不妨按下暂停键，想想这会不会是演算法在套路你，多方求证，不要被单一讯息牵着鼻子走。毕竟如今我们知道脸书曾经会利用情绪卖广告，那谁能保证没有势力利用它来卖思想呢？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用户的集体声音很重要。科技巨头再强大，也害怕舆论和用户流失。如果我们对隐私和自由的重视足够高，让脸书感受到继续这样做会失去我们，那他们才可能改变。香港和台湾的用户可以发声提问，要求脸书说清楚，在我们这里到底有没有部署那些见不得人的审查工具，要求他们保障我们的资料不会送往中国。也许一家公司短期内很难改邪归正，但压力之下，他们至少不敢太明目张胆。故事讲到这里，你是不是对每天刷的脸书和 IG 有了全新的认识？曾几何时，脸书标榜要让世界更开放，连接彼此，如今却被揭发同时在扮演开放世界的朋友和集权政府的帮手这两种角色。这种两面手法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当然不需要因此就与亲友断联，也不必把手机丢进大海，但至少我们该对这类科技巨头保持一份健康的怀疑。想象脸书好比一个整天对你笑脸相迎的邻居，表面上分享你家的开心时刻，暗地里却可能把你家的钥匙配一把给了隔壁虎视眈眈的坏人。这并非耸人听闻，从莎拉等人的证词来看，脸书确实有过类似的打算，所幸真相正在一点点浮出水面，给了大家预警的机会。下一次当你打开脸书看到可爱猫咪影片时，别忘了这背后也许埋藏我们看不见的交易和算计。信息时代，我们享受便利的同时，更要谨慎地守护自己的隐私与自由，不让步。每个人都可以是改变的一份子。我们不能决定祖克伯怎么做生意，但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当任人宰割的羔羊。科技始终来自人性，让我们一起督促这些掌握科技的人别泯灭了良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深入探讨，希望今天的内容既让你长知识，也提高了警觉。下次再看到社群媒体相关新闻时，记得想想它背后的故事，保重你的数位安全。我们下次见。